9月3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场号称盛大胜利庆典的大阅兵登场。然而，最先引爆全网的不是导弹，不是方队，而是一段极其诡异的对话。普京和习近平竟然在阅兵开始前聊起了移植器官和长生不老。那习近平甚至说，本世纪人类可能活到150岁。画面一曝光，短短几小时就在海外 X 平台疯传，点阅数破100万。可是，当习近平在梦想150岁寿命的同时，他亲手提拔的军头们却连第2天的政治生命都保不住。阅兵总指挥人选临时换人，等于当场宣告有将领出事儿。这背后是一场空前的军中清洗，而且这场阅兵还出现了历史性的邪恶同框。习近平左边是普京，右边是金正恩，中俄朝3国元首第一次在世人面前肩并肩，释放出强烈的威权轴心信号。台前是导弹、坦克与长生不老的奇谈，台后却是军委残缺、将领神隐、首都戒严。这究竟是一场胜利的庆典，还是一场掩盖溃烂的续命大秀？各位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燕青。根据现场转播，就在典礼开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聊起了寿命的话题。普京的翻译告诉习近平，随着生物科技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人是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那习近平则回答说，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可以活到150岁。相关视频在海外 X 平台疯传，几个转发的点阅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那各位请想一想这个画面啊，在一个本应展示国力、纪念战争的严肃场合，2位独裁者却在饶有兴致地讨论着个人的长生不老。这种超现实的场景，与其说彰显了他们的从容，不如说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权力永固的极度渴望。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那么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您要去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那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请大家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这次阅兵典礼总长70分钟，习近平身穿中山装，与夫人彭丽媛在端门外迎接宾客。而压轴出场的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历史性的一刻是中俄朝3国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同框。要知道，上一次这3个国家站在一起还是70多年之前的朝鲜战争，但即便是那个时候，3国领袖也从未合影留念。9月3号，习近平的左右两边分别就是普京和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3人还不时交谈，向世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强烈的威权轴心信号。
讲话中，习近平再次重复了官方叙事，宣称抗战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取得的。他还警告称，现在世界正面临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抉择，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那外界注意到，习近平这一次的讲话还不到8分钟，时间非常短，比上次2015年93阅兵时短了1/3左右。加上他异常晦暗的脸色，更让人怀疑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就将普京奉为上宾的习近平大谈和平时，乌克兰政府宣布，9月2号到3号夜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4名铁路工人受伤，关键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指出，俄军本次空袭无疑是带有展示意义的，普京在炫耀其不受惩罚的地位，而这无疑需要世界做出回应。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压力，尤其是在俄罗斯战争经济方面的压力，这种侵略才得以延续。那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正在为乌克兰准备重要的增援。”他还计划在稍晚时候与法国举行双边会谈，为志愿者联盟的合作形式做筹划，构思与欧盟和美国关系中的新步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预计不久将明确志愿者联盟能够为基辅提供哪些安全保障。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会支持任何的欧洲维和方案。在发表演讲后，习近平坐上了检阅车，在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韩胜言中将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这场大秀的硬菜武器展示也随之登场。除了首次亮相的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和信息支援部队3大新兵种之外，还有鹰击系列4款新型反舰导弹，被称为卫星猎手的红旗29反导系统，以及一款名为 AJX-002的超大型无人水下载具，外形酷似巨型鱼雷，被认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此外呢，还有按照海陆空编程的3个无人作战方队，展示了从无人战车、无人艇到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完整作战体系。最引爆舆论的是一款此前秘而不宣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61。在外界普遍猜测只会展示现役装备的情况下，东风61的意外现身立刻冲上了微博热搜第1名。中国网友狂赞东风61和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组成海陆空3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还有网友称，东风61射程范围覆盖全球，可以从南极袭击美国，将让目前主要针对北极方向部署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失灵。不过可笑的是，中国自家的 AI 语言生成模型 DeepSeek R1 被问到东风61时，却表示，目前官方没有公布任何的性能参数，官媒也没有披露技术细节，大众的讨论仅基于阅兵活动中的公开亮相，因此所谓的覆盖全球、可搭载多弹头等说法缺乏实证，仅是军事论坛或军事爱好者的自行推测。那 DeepSeek 的最后结论就是，东风61作为完善中国核威慑体系的拼图，象征意义远大于目前公开的技术细节，性能参数未解密前，网络猜测需要谨慎对待。更可笑的是，看似一支高度现代化、信息化、无人化的军队正在成型，但问题是，指挥这支军队的人在哪里？在这场盛大阅兵的背后，最诡异也最能说明问题的，恰恰是那些本应出现却没有出现的人。中共军队高层正在经历一场习近平上台以来最猛烈的权力风暴。首先，中央军委已经残缺不全，这届的中央军委本应该有7名成员，但如今已经事实上减少到了4名。国防部长李尚福、负责政治工作的苗华上将以及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均已出事或者长期消失。今天的阅兵式上，何卫东依然没有现身，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军委委员空缺比例最高的时期。其次呢，是阅兵总指挥换人，非常不寻常。
按照中共阅兵的惯例，总指挥应由阅兵所在地，也就是中部战区的司令员担任。现任司令员是王强上将，但他不仅缺席了今年8月1号的建军节招待会，阅兵时也没有出现在总指挥的位置上，这加剧了外界对他已经出事儿的猜测。取而代之的是中部战区的空军司令员韩胜言，让一个军种司令来担任大阅兵的总指挥，这完全打破了惯例。唯一的解释就是原定的总指挥已经无法履职。就在阅兵前夕，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等高级将领也意外缺席了习近平接见驻拉萨部队的活动，引发了新一轮被整肃的猜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阅兵让习近平得以把世人的目光聚焦于中共在军事装备现代化方面的长足进展，同时呢，掩盖困扰中共军队的棘手挑战，尤其是持续席卷其最高层将领队伍的整肃。独立评论人士杜正也说，这场阅兵的烟火掩盖不住中共军队内部权力斗争的惨烈。那如果说军队内部的清洗展现的是习近平对枪杆子的不安全感，那么北京城内史无前例的安保措施则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对人民的恐惧。为了这场70分钟的表演，整座北京城全面戒严，几乎陷入停摆。先看对媒体的极致管制，记者们被要求凌晨3点半集合，经历层层安检。有参加过多次阅兵报道的香港老记者感叹，这次的安检措施是最细致的一次，严格到什么程度？食物、饮料不准带，女记者的眉笔、口红，只要是可以画记号的物品，一律不准带。再看对城市的全面封锁，市中心主干道长安街两侧的店铺被要求提前歇业，地铁1号线停运。有着大量写字楼和商场的国贸地区空无一人，许多公司通知员工居家办公。最后看对居民的严密监控，天安门沿线的居民被要求不要打开窗户，不准留宿外来人员，甚至有外媒记者在当地的办公室都被警察检查后查封，确保活动结束前无法返回。一座庆祝胜利的城市却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种紧张肃杀的气氛与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宣传正义必胜、和平必胜的标语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这场阅兵的核心不仅是展示武力，更是为了抢夺历史的解释权。习近平在讲话和各种官方宣传中都在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是这场战争的中流砥柱。然而呢，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当年抗日的主力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中共此举被批评是在扭曲历史，攫取不属于自己的功劳。对此，台湾方面给出了强有力的回击。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同一天发文指出，80年前代表中国签署终战文件的是中华民国的将军。他更深刻地指出，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不拿枪杆子纪念和平。他还不点名地警告，那些搞极端民族主义、强人崇拜、扼杀社会多元的政体，正是法西斯的形式，全世界都应警惕其再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当天下午主持中常会发表谈话时指出，今天是抗战胜利80周年，当年抗战唯一的领导者就是国民党总统蒋中正，领导的政党是国民党，中共虽有参与，但不是主要战场。并指中共不断想要篡改、扭曲历史，声称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是领导抗战的政党，这完全不是事实。就连美国总统川普也罕见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敦促习近平承认美国曾在二战中为了中国的自由付出了鲜血和巨大的牺牲。他还不忘向正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直言他们正在密谋对抗美国。那么，这场耗费巨大、不惜扭曲历史、搞得天怒人怨的大秀，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李奥学者袁宏兵分析，其目的有3：第一是威吓台湾，用强大的军力在台湾内部制造恐惧，配合统战，掀起投降主义思潮；
第二呢是威胁日韩，警告日本在台海有事时不要干预，同时破坏美韩同盟。第三呢是威吓东南亚，一旦台海战争爆发，使东南亚各国不敢选边站。这个分析与中共鹰派学者金灿荣近期罕见公开声称2027年武统台湾是大概率事件的言论不谋而合。经济学人也指出，习近平要求军队在2027年前必须做好攻台的全面准备。这场阅兵正是对这个时间表的一次公开动员和威慑。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为这场大秀下一个结论了。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极度分裂的表演。台前呢是领导人关于长生不老的奇谈，是中俄朝邪恶轴心的历史性同框，是东风6.1等神秘武器的惊艳亮相。这一切都在试图营造一个强大、自信、牢不可破的威权帝国形象。但台后呢，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清洗得七零八落的军委高层，一群神秘消失的将军，一座被恐惧和管制所瘫痪的城市，和一个被篡改的面目全非的历史。这场阅兵与其说是为了纪念一场80年前的胜利，不如说是为了一个独裁者和一个危机四伏的政权举行的一场殉命仪式。他没能证明自己的强大，反而暴露了自己最深的恐惧。他试图恐吓世界，却让世界更加看清了他的色厉内荏。归根结底，正如一位分析师所说，这场盛大表演揭示了中共最大的软肋：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之手，以及过度追逐形式，往往忽略实质。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个梦想长生不老的独裁者之手，那么再多的导弹，再整齐的方队，也无法掩盖其内在的脆弱和疯狂。好的，观众朋友，您怎么看？您认为这场大阅兵是成功的武力展示，还是失败的政治表演？它所暴露出的内部问题，是否预示着这个政权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